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知定讲堂的启蒙论坛，我是余茂春。2026年5月的川西会，透露出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危险的诱惑，以一厢情愿的幻想取代清晰的战略判断。然而，幻想无法维系和平，只会招来侵略。自由世界必须拒绝北京所编造的虚假叙事，并认清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就是一个威权政权，它从根本上敌视自由、透明与民主文明，也敌视美国及其所代表的一切价值。所以，真正能守护印太地区乃至全球和平与自由的，不是峰位上的政治表演，而是能清醒务实看清现实的中共10大谎言与战略判断。北京峰会再度炒作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老掉牙的神话。这种说法宣称美中冲突不可避免，因为崛起的中国正在取代衰落的美国。然而，这套说法不仅在学理上站不住脚，在历史上也与事实不符。因为在修昔底德笔下，那场被精彩记录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里，最后被击败的正是那个所谓正在崛起的强权。习近平本人所陷入的困境，并非地缘政治现实，而是马列主义的教条。这套教条坚称资本主义必将崩溃，共产主义的胜利不可阻挡。很显然，中共对现实的误判引用了教条主义与宣传都与实际情况脱节。事实是，美国现今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军事、科技与金融强权，是全球创新与灵感的核心，也是唯一有能力形塑全球安全、贸易与联盟秩序的超级强权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正面临人口结构崩塌、经济停滞、大规模失业、民心失望，以及高层政治权威的动荡。更重要的是，真正的分歧并非中国对抗美国，而是共产中国对抗整个自由世界。北京一再的宣称，台湾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，但这其实并不正确。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，中共威权意识形态与自由世界民主原则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，台湾只是让这个矛盾更加清楚地被看见，并进一步放大而已。北京之所以不断拉高台湾议题的层级，是因为这能让中共避开外界对其独裁统治、新疆集中营言论审查、政治打压、支持反美恐怖政权以及掠夺性经济行为的检视，并借由拿台湾议题来牵制美国总统，让中共得以削弱美中在贸易、人工智慧安全管理、芬太尼问题、对俄罗斯与伊朗政权的支持、互惠市场准入等双边合作。这证明了台湾并非紧张局势的起因，中共对自由市场的敌视才是根源。北京谎称台湾走向独立，正在制造台海动荡，但从任何实质意义的层面来看，台湾本来就是独立的。台湾有自己的政府、军队、宪法、选举、货币与国界。中华民国在台湾已超过70年，从来没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一天。台湾领导人也一再表明，台湾无需宣布独立，因为台湾本来就以主权国家的形式运作着。真正破坏稳定的不是台湾，而是中共拒绝接受这个历史现实。这次峰会又重谈了台湾属于中国的这套老谎言。然而，从历史、法律与政治现实上来看，讲的根本不是这回事。北京对台湾的执念并非出于领土完整，而是出于革命意识形态。中共所展现的正是乔治·凯南几十年前谈论苏联时所指出的那种扩张式的意识形态冲动，中共也如出一辙。台湾只是中共一连串区域侵略行动中的第一环。北京在东海威胁日本，在南海恐吓菲律宾，在喜马拉雅山边境对印度施压，又向越南挑衅，几乎无一零我幸免。台湾不是终点，只是第一个目标。许多观察这次峰会的人，把习近平描绘成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，仿佛他正在塑造一个和平稳定的新世界秩序。但现实恰恰相反，
他在国内与国际上都越来越虚弱。在他的统治下，中国经济正因巨额债务、消费信心崩盘、青年失业率飙高而持续恶化。中共政治局与解放军内部接连出现政治清洗，更暴露出这个政权的不稳定。习近平的清洗行动显示的是恐惧而非掌控。一些评论者甚至越来越将中国视为一个由个人权力执念所主导、缺乏安全感的威权国家。此外，中国高度依赖西方出口市场与进口能源，这在战略上是极大的弱点。再加上北京在军事上接连受挫，中国武器系统在国际间声誉不佳，中共的威信也随之受伤。这场高峰会营造出一种错觉，让人以为中国仍然对外资企业保持开放，但这印象与现实的落差正加速扩大。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已经大幅崩跌，西方、日本、南韩、台湾的企业正持续把生产线往外迁移，去风险化正在加速进行。中国的反间谍法强迫技术转移、任意监管、资料封锁，这叫上政治打压，已将这个国家对投资人来说极度缺乏吸引力。中共一边要求别人对它开放市场，一边在自己国内推行 OVR 式的监控，脱钩不再只是理论，而是正在快速成型的现实。北京持续把自己行销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，然而历史记录历历在目。共产中国长期以来靠的就是胁迫、恫吓与侵略，从韩战到入侵越南，从与印度的边境冲突到南海军事化，中共一再使用武力遂行政治目的。今天，中国几乎每天都在对台湾进行军事骚扰，同时也威胁周边国家。一个一边公然备战，一边威胁民主国家的政权，根本没有资格自称是和平力量。这是锋利的支持者宣称，美中合作可以绕过民主、人权、政治压迫等问题，也可以不去触碰中国那套掠夺式的经济模式，依然能够成功。这种幻想彻底忽略了中共体制的本质。北京所谓的4条红线，本质就是要堵住外界的批评，同时保住共产党的独裁权利。但只要中共继续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，继续拆解香港的自由，把贸易当作武器，剽窃智慧财产，打压最基本的人权，所谓的稳定就不可能是真实的。脱离道德现实的合作，讲白了就是绥靖。北京一再声称美中双边关系的根本问题在于美国不尊重中国，然而这种说法带有刻意操纵的成分。美国尊重中国人民，尊重中华文化，但美国拒绝尊重的是中共对自由与人类尊严的蔑视，是中共那种要求别人对他毕恭毕敬、不准批评他的无理姿态。相互尊重在北京的语境里，意思就是要外界对他的独裁、他的侵略、他的压迫保持沉默，但真正的尊重不代表要我们放弃真相、放弃民主价值。也许最大的谎言就是中共声称自己代表中国、代表中国人民，事实上并非如此。中共是一部源自欧洲列宁主义的统治机器，靠的是审查、监控、胁迫与恐惧来维系权力。中华文明有数千年历史，而中共的统治还不到80年。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正在追求不受党控制的自由、尊严与机会。批评中共不等于攻击中国，恰恰相反，将中国与中共区分开来，对于理解这两者至关重要。